玉峰哥，我们之前才讲过极地涡旋这件事情，结果没想到美国的冬季风暴也被影响到。你看这个地方整个全都是负的，就狂风暴雪。对极地涡旋来讲的话，为什么对美国人来说这么严重？因为呢，它冲下来之后呢，它的面积非常的大，几乎一半的美国同一时间都陷入这种风暴。而这种风暴来讲的话，如果它各州之间，一下子你一下子我，大家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或者是电力可以输配一下。没有想到，你看这个画面哦，几乎从五大湖区下面每个都是0度以西以下，都是紫的，都是0度 C 以下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来说，你就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冷有多么样的可怕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些风雪。你以前看的风雪是一阵一阵的，现在的风雪呢是一直吹、一直吹、一直吹的。然后呢，在伊利湖五大区这个地方的话，直接风雪把你的车子给掩埋了。对，你以前看到的风雪是盖住你的车顶，现在就直接把你掩埋了。然后呢，在密西根这个地方。因为风雪太大了，一瞬间呢，全部的车全部挤在一起，第一个撞第二个，全部撞到一起，然后最后变成什么？最后变成100多辆，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刹车。对，完全没有刹车，一直撞，一直撞。对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他们已经感觉上已经撞出来了什么？撞出来了一点经验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多人受伤，可是呢，看那个画面，你会觉得说应该更多人的吧？但没有，我觉得大家在这种。暴风雪出游的时候，或是出行的时候，或是这些货柜车在运作的时候呢，已经都有了经验。对，好，你说货柜车它可以稍微闪一下哈。你在纽约机场，你看这个飞机，你看这个飞机它降落摇摇摆摆，结果呢最后一刻呢又把它拉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敢降落。然后呢，很多台湾的民众，很多台湾的爸爸妈妈、小朋友在纽约读书，对，看到这个画面，大家真是吓坏了。如果纽约都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纽约的公路。因为你去美国纽约念书的话，其实这些我们的台湾的留学生都很节省，出去都是去搭客运，转运站搭客运。对，我觉得看到的话，爸爸妈妈真的吓坏了。这种客运情况之下，雾茫茫，它的能见度新闻网络新闻上写说能见度有10公尺，我觉得应该就10公分吧。这个哪看得到啊？都是在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之下来进行。好，那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？我觉得极地涡旋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可怕，更加的狠。然后呢，你的天然气价格就崩了，就快速的往上飙了。你看哦，这个价格呢，原本呢是3.6块美金，然后呢，你又跑去哪里？你又跑到了。4.875美金，你会觉得这样子60%也还好吧？我告诉大家，可怕的是什么？这60%是几天内完成的？是从1月20到1月21，就1天而已。你在1天之内，你这个价格拉成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想到了2021年德州就整个全州大断电。如果这个冬季风暴继续下去的话，2021年的悲剧可能会再度重演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情出击。